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前面的节目里，我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什么是时间。在节目里，我提到哈勃通过对河外星系运动的观察，发现绝大部分河外星系都在远离银河系，这也被称为星系的退行。这种现象表现在观测上，就是星系元素谱线的红移。而且哈勃还发现，离我们越远的星系退行的速度就越快，因此天文学家据此提出了宇宙大爆炸的假说。其实我的这个说法稍微有点不太准确。我之所以说不太准确，是因为不仅是在观测中，天文学家发现了星系光谱红移的现象，而且通过解算爱因斯坦的引力方程，人们也能得出宇宙是不稳定的，要么宇宙是膨胀的，要么宇宙是收缩的结论。宇宙大爆炸的猜想，更准确地说，是建立在广义相对论和星系光谱红移这两件事的基础上得出的。最早提出宇宙大爆炸假说的人是一位比利时神父乔治·勒梅特。不过，这位神父可是获得了鲁文大学的数学博士学位，并且在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进行过物理和天文学研究的神父。这些经历也使得他成为了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1927年，勒梅特结合广义相对论和当时观测到的星系红移现象，第一次在他的论文中提出宇宙正在膨胀。1931年，勒梅特在他的宇宙膨胀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宇宙可能起源于一个原始原子。原始原子在某个时刻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导致空间和时间开始膨胀，并形成了现在的宇宙。这个理论被认为是现在宇宙大爆炸假说的开始。其实，爱因斯坦本人早在他提出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方程之后不久，就已经发现，按照他的方程解算下的宇宙，要么是收缩的，要么是膨胀的，不能处于一个稳定的恒常状态。遗憾的是，在爱因斯坦的观念里，事物可能会有开始和结束，但是宇宙必定是一个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的恒常存在。因此，为了使引力方程的计算结果和他的观念相符，爱因斯坦给自己的引力方程增加了一个宇宙常数。后来，爱因斯坦一直为他画蛇添足的添加这个宇宙常数而后悔不已。在我关于时间的节目播出后不久，有朋友问我，宇宙大爆炸之后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的？其实，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一直都在努力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只不过对宇宙大爆炸的研究难度主要集中在非常接近于大爆炸的零时到大爆炸后10的负6次方秒之间。这之后，科学家已经完全能通过计算来进行仿真了，而且越是往后就越容易，也越趋近于现实。所以我今天就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在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的眼中，宇宙大爆炸开始之后不到1/1000秒内都发生了些什么。但是在这儿我要事先声明，由于宇宙大爆炸起源于一个起点，因此大爆炸模型里会包含有大量的关于量子力学的知识。事实上，没有量子力学是解释不了宇宙大爆炸的早期情况的。而且在所有对大爆炸的解释中，越是靠近大爆炸起点的零时刻，解释中的猜想和推测的成分也就越多。这一过程大概要一直持续到大爆炸开始之后10的负12次方秒才结束。因此，大家在听我介绍这段时间的过程时，要保留一份存疑待查的态度。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保留一分疑问才是人类能够不断的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好，咱们现在就开始。宇宙最开始的时刻，也就是所谓的大爆炸的起点，是根据广义相对论和星系红移观测结果，按照宇宙膨胀进行时间反推，逆向推到时间 t 等于0的这一时刻。所以它也算是对广义相对论和星系红移解释的一种猜想。由于 t0时刻
宇宙中所有的能量和质量都集中在一个体积无限小的点上，所以这个点可以认为是密度无限大，温度无限高。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时间和空间，或者说这个时候的时间和空间还毫无区别，完全融为一体。在起点上，包括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以及我们已知的所有科学知识，在这里都是不适用的。我们知道，广义相对论主要讨论的是大尺度下的宏观行为，而在极小尺度下的微观量子领域，需要通过量子力学来解释。但是量子力学又无法解释引力，所以在像起点这样的既大又小的场景下，我们需要的是一套全新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科学家不断的努力，希望能找出统一4大基本力的大一统理论的原因。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在宇宙大爆炸发生的瞬间和爆炸发生之前，宇宙的样子是什么了。另外，在我2025年1月4号的直播中，曾经有朋友问过我，时间是否也是量子化的？我当时给予的回答是，时间是量子化的，但我当时并没有做更深入的介绍。今天正好借这个时机和大家多聊一点。在量子力学里，时间的最小单位是一个普朗克时间，这大约是 5.391 乘以10的负44次方秒。这个值是依靠普朗克常数 h、万有引力常数 g 和光速 c 推导出来的。有了普朗克时间，再乘以光速，我们就可以得出普朗克长度了，而普朗克长度也是最小的空间单位。我们现在所有的知识是无法分析任何普朗克单位以内的事物的，所以人们对宇宙大爆炸后状况的分析的开始，其实是从宇宙大爆炸后的零时再加上一个普朗克时间之后才开始的。在那个时候，我们所熟知的构成宇宙的4种基本作用力，也就是引力、强合力、弱合力和电磁力，都是混为一体的，形成一种被称为超力的力。但是当第一个普朗克时间结束之后，宇宙发生了第一次相变，这次相变使得引力从超力中分离了出来，形成了一种独立的作用力，而强合力、弱合力和电磁力继续混为一体，这时被称为大统一力。现在人们不仅在量子力学上已经统一了这3种力，科学家们还能通过粒子加速器人为的创造类似宇宙大爆炸初期的极高温度，虽然在程度上远远不及大爆炸，仅仅只是粒子级别的规模，但依然可以从里面发现传递这些力的粒子存在的迹象，也就是我在前面几期节目里反复向大家介绍过的传递电磁力的光子、传递强力的胶子和传递弱力的 W 玻色子和 Z 玻色子。根据大一统理论，这3种基本作用力只有在极高的温度下才会被统一，随着温度的降低，强合力、弱合力、电磁力将纷纷从大一统力里单独表现出来。最先从大一统力中分离出来的就是强合力。强合力分离出来的时间大约是宇宙大爆炸后的10的负36次方秒。强合力从大一统力中分离出来之后，剩余的弱合力和电磁力依然结合在一起，被称为弱电力或者是电弱力。这次分离也是宇宙的第2次相变。这次相变除了分离出一个独立的强合力之外，可能还产生了一种只和正常物质仅仅存在非常微弱的相互作用的大质量奇异粒子。这些奇异粒子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苦苦寻找的暗物质。第2次相变就是大爆炸后10的负36次方秒后，宇宙还发生过一次爆炸，这是一次宇宙空间的急速膨胀。在短短的10的负33次方秒内，宇宙空间膨胀了10到26次方倍。同时，宇宙的温度急速降低，降低到了之前的10万分之1。但是很快，在经历了短暂的爆炸之后，空间的膨胀迅速地缓慢了下来。此时，宇宙的能量快速的释放，使得本来已经降低了10万倍的温度，
再次被加热到爆炸前的水平。这一过程被称为再加热。这一时期所释放出来的能量，让包括夸克、胶子在内的大部分基本粒子得以形成。在这期间，各种粒子和反粒子对不断地被创造出来，然后又快速湮灭。但是这个时候，正反粒子在数量上还是相等的，直到后来某个时刻，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使得正粒子的数量略多于反粒子。今天我们宇宙中的万物正是由这些多出来的正粒子所构成的。随着宇宙进一步的膨胀和冷却，大概在10^-12次方秒，这时候的宇宙发生了第3次相变。这次相变使得弱粒从电磁力中独立了出来，至此4大基本粒全部分开，各司其职。事实上，直到此时，时间才和空间真正的分离，宇宙中终于有了真正的时间。从此，大爆炸理论中猜想的成分开始明显减少，因为此时粒子的能量已经降低到了目前高能物理实验所能企及的范围。越往后，宇宙的温度变得越低，理论中得以实验验证的部分也就越来越多。像是对于夸克、胶子的时期，科学家们就已经用粒子加速器制造了类似于该阶段的极高温、极高压环境，证明了在这一阶段，在10000亿摄氏度的高温下，夸克禁闭现象将被打破。此时，夸克和胶子是无法被强合力束缚在一起，形成质子和中子的。这个过程大概一直要持续到大爆炸后的10^-6次方秒。10^-6次方秒后，夸克之间的距离随着空间的膨胀而持续的增加。当2个夸克之间的距离增加到10^-15次方米时，连接2个夸克之间的强合力将失效，而在分离的2个夸克的两端会产生2个新的夸克，它们各自与之前的夸克重新组成一对儿。夸克对儿随着空间进一步膨胀，当宇宙的温度下降到大约100亿度的时候，此时已经不再有足够的能量能够打破强合力了。每个夸克就这样永久地和自己的新邻居结合在了一起，于是像质子、中子这样的强子终于就产生了。当然，一起产生的还有强子的反粒子、反强子。但是随着正反粒子的湮灭，宇宙中最终只剩下了少量的正强子。至此，宇宙中已经有了质子和中子，构成原子核所需的基本元素基本准备就绪。再往下，像电子这样的轻子也相继产生，宇宙中第一批原子就已经呼之欲出了。好，关于宇宙大爆炸后最初的1/1000秒，我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